Hello，大家好，又见面啦。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专门给大家分析一家，去年2025年特别火的一家公司，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听说过，叫做 Palantir。那这家公司在今年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疯狂上涨当中，反而显得比较落寞。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半导体的这一波风潮吧，我个人认为不会说持续的那么长久吧。那像 Palantir 这样的公司，我对它也是有了逐渐深刻的理解。那这次也是专门找了一本专门讲解 Palantir 的发展和这个内部的一些基本的叙事逻辑，它的背后运营的哲学，以及它的产品分布和设计的这个基本的原始的原理和初衷的一本书吧。所以今天简单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内容。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Eldritch 的美股的这个分析辅助工具吧。好，那这周我们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版，切换一下窗口啊。那一个呢是在首页增加了这个叫做热力图，主要是让大家快速的知道美股个股当中哪些的板块的哪些个股的市值比较大，以及它的交易的热度，这个是大家经常需要参考的。另外做了一个这个个股对比，那比方说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光通讯模块，三家最火的公司 AOI、Light 还有这个 Corridor 吧，Coherent 不记得它的名字了。特别是这家 AOI 今天它的这个单日涨幅最高的时候是超过了22%的，这里你可以看到它今天单日就涨了18.49%，还是跌回来了一点，应该说。这种分析工具就可以让你对同行业或者是说跨行业比较有参考性、相对有借鉴意义的这种个股进行这种深入的分析那我们这里给了它的这个均线数据，成长性、它的收入和收入的增长，毛利率、营业利润率、净利率大家可以看到，像 AOI 它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还是在亏损的一家企业。然后是所谓的回报、投资回报率一系列的数据，现金流的情况、债务水平以及估值这些都对大家特别是大家比方说我想投到这个半导体板块，或者是我想投到这个数据中心供电力板块那这些具有比较接近的这个商业定位的这些公司，这些竞争对手之间体量有多大，业务开展怎么样？当然，这还需要你去做个股的这个投资研报包括它的这个财报包括它的这个市场上的风评它的核心技术在哪里这些可能是需要你单独去做的。但是从这个公共性的数据经营上的数据，那我们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更为便捷的手段。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因为基本的测试也算完成了就是我们除了保留原有的4个8的这个端口，80端口也开放出来了那大家今后可以不一定是非得输那个4个8直接敲我们的 Eldritch Watch 就可以访问我们这个分析网站了这是主要的一个改版。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Palantir 这个词儿是个啥呢？就是大家可能看过电影《魔戒》，应该是第2部吧，里边那个白袍魔法师用来观察远端的这个发生了什么的一个水晶球嘛，就是它有很超高的这个能力感知力那这家公司的这个定位和他们对这个公司的期望，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么一个水晶球的理解。
那 Palantir 它就是它是一家非常有个性、非常不一样的公司它甚至于会刻意的回避把公司总部设置在硅谷像其他一样公司纯粹的去追求这个经营数据，追求这个未来估值，而是它处在一个非常神秘的面纱下面当然它的这个业务业务的定位本身也决定了它的这个走向，因为它最早就是给美国的 CIA 提供情报服务的这么一种数据的这么一家公司，所以它的风格跟这个其他的这些硅谷的公司是非常的不一样。那它的创始人彼得蒂尔实际上就是PayPal 的一个联合创始人了。那实际上他们当时在 PayPal 面临的这种大量的大金额的这种金融诈骗，实际上他们总结出了一套算法就是利用这个数据之间的关联每个交易之间的这种关联性，构想出了这么一套东西。而当时正好这个彼得蒂尔在出售了PayPal 的业务之后，有了钱，有了闲，有了这个高度的视野，然后呢，他就关注到了美国的911事件如何去利用这种情报信息去对反恐战争发挥作用然后当时开始也是4个人嘛，也是比较的艰难的度过了这个初创期，然后呢，很快获得了 CIA 的这个就是专门创投的这么一个部门吧，专门把这些新的技术用于美国的情报、反恐、战争这样的领域的这么一个部门，给他们投了200万美元的这个种子轮，度过了难关。那讲到这个 Palantir 就不得不提到这2位一位是可以说是大老板啦，彼得蒂尔，另外一位就是他这个 Alex Karp他实际上是一位哲学家，也是这家公司的 CEO。那这家公司非常的特别在于什么呢？这2位创始人都是一个是曾经是哲学系的学生，另外一位呢是在公司创办之前还去德国深造了这个哲学系而且他的大量的这些哲学背景框架就是康德这些比较晦涩难懂的这些哲学巨著所以这家公司的给人的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2个创始人的这个性格和这个风格也是完全的迥异。好，那这里就是说Palantir 实际上他就是第一次崭露头角，就是在美军在伊拉克的这个战场上面利用他们当时制作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种战时的这个工作站吧，笔记本电脑一样的工作站，快速的去分析这个特工线人各种情报的来源去建立起它的这个图谱，能够让这个情报人员快速的响应这个战场上的极端混乱的情况那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说 Palantir 它早期的这个技术路线上，它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思路当然我是干这行的，我们可能了解的稍微多一点。这种传统的建模通常都是先把格式这个 schema 都定好，然后再去收集和这个建立数据。而 Palantir 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说，它的数据在收集进来的时候是不建模的，只在读取和使用时快速的去进行建模。当然这背后就涉及大量的可能他们独创的这种数据的检索索引二级索引以及快速的便利的等等的这些算法这些可能是他们技术上的一些核心价值这他们的第一套系统就是这个所谓的服务于战争的这个 Gosen 的系统，它就是专门给战争分析师服务于国防和情报单位。它利用图形的关联、动态的网络拓扑和协作注释
来完成这个快速的情报检索。那他给驻伊的联合特遣部队识别安全屋，给他们的时间，快速响应的时间缩短了40%。那第二套它就是为企业服务的 Foundry，那它是企业数据中枢，那大家可以看到，像今天特别火的，比方说 Anthropic 的这个 Cloud，以及像 OpenAI 的这个 Codex，以及 OpenAI 本身啦，它实际上现在讲的都是这个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的概念，但这里是必不可少，叫做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这个世界已经有这么多的商业巨头，每一家商业巨头的真正的那个核心的经营数据，其实它是外界世界所很难理解的。对，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沃尔玛它到底靠什么在赚钱？它的商业模式当中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这些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分享的。或者换句话说，今天有很多生意人，有很多老板，他们很想把今天的这个cloud 的能力啊，或者是这个小龙虾的能力吧，说的退一步说，集成到自己的这个业务当中来，那降本增效也好，开发新产品也好，头脑风暴也好，等等吧。但是事实上，现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 AI 的专业集成公司，能够把真正理解 AI， 能够把 AI 去定制，为这些大商家服务的这种公司，其实是非常少的。那 Palantir 就恰恰是其中的这么一家。那它的所谓的无代码探索、数据学员，以及这个前面讲过的这个无相的这种叫做数据图谱，都是给他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支持的能力。这里的例子就是它 Airbus A130的这个引擎大修周期缩短了12天。然后第三个平台就是它的所谓的 AIP，利用自然语言，刚才提到的有向无环图，以及它和这个 ETL 就是数据的这种转换的这种模型，去完成更复杂的这种人工智慧的这种数据分析。它主要是用在了这个保险公司，防诈骗、欺诈应该这是整个 Palantir 这家公司的老本行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WAP， 它就是说结合这种制造业的这种流程去包括降温包括报废率的降低等等这方面的细节这里就没有再多说了。那可以看到这4大产品实际上是目前 Palantir 整个生态的一个支柱吧，也是它主要的。当然它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国防情报，所以实际上Trump 政府和这个包括美国的防长应该都是已经将 Palantir 公司的这个能力作为了一个美国的核心的战争能力、国防能力来看待。大家可以看到，就是Palantir 公司在伦敦、在乌克兰战场、在中东战争当中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应用的实践，以及它本身能力的展示可以说在可能现在大家还在讨论这个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在未来的战争，包括这次乌克兰的战争，我相信都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吧。未来战争会长啥样？也许未来战争真正的决策大师就在Palantir 以及它类似的这类型的服务当中。这里大家看到就是乌克兰在部署了 SkyKit 和 Foundry 平台之后，整合多种情报源将多步骤的杀伤链从数天压缩至几小时当然这也面临着就是这家公司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念就是战争的这个道德的问题是利用 AI 排雷还是先清理这个受污染的土地？那在战争罪的检察官如何收集这个战争罪行，建立不可篡改的数位记录等等所以 Alex Karp 在说
他们是不要中立的他已经很明确的表态，那要不是美国赢，要不是中国赢那除了战场之外，他在公共医疗 COVID-19 的这个溯源以及这个公共医疗设施的追踪床位呼吸机医疗资源的这个监控上，在英国签下了一个很大的单在生物制药这种实验，这个也是典型的未来典型的 AI 的这个应用场景，以及金融尽职调查这都是细的了那这里就是再次强调到这家公司的这个道德背景。那一个相同的分析器能够拯救生命或者保护国家安全，打击跨国犯罪集团，优化疫苗和这个医疗物资，但是如果它被反过来使用，比方说在美国颇受争议的 ICE 绘制这个走私路线，以及更强硬的移民执法或者将计算用于无人机监视，会引起这种强烈的道德反感吧。所以这是下一个奥本海默时刻。这项机密的 AI 无人机瞄准工作，这是这一代的曼哈顿计划。那 Palantir 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它是拒绝中立的。公司明确定位于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抗威权主义对手服务。好，那这是它的一些经营上或者是说它产品设计上的一些原则吧就是基于角色的存取，这点在我们传统的信息系统也是比较难以解决的，就是谁读取过数据在传统系统通常都要通过一些外部的软件或者一些日志行为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可能在 Palantir 的系统，它这套东西就是原生的任何读取动作都是无法篡改的，并且被严格记录的审计记录这个可能有点像区块链的概念，然后就是精确到节点的数据血缘追踪你任何一个数据，以传统的收集法的话，我经过清洗，经过ETL转换，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很可能说不清楚，只能靠这个设计人员、施工人员他们的自己的理解。而在 Palantir 的系统当中它牺牲掉可能一些性能或者是说冗余量的这些代价，而换取任何一条数据它都是能够清晰的溯源的然后它最终还有一个底线，就是机器不会负责自动化决策，而是把这个留给人，让人获得更多的决策依据。所以呢Palantir 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防务承包商或者 SaaS， 它是将海量的混乱数据提炼成为决策力的重要引擎。那当然它的道则也有它相对的复杂性，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涌现，数据分析的伦理争议也不会消失，而且会变得更加紧迫这一点不仅仅是在数据分析包括现在的这个影视媒体创作歌曲创作、绘画作品的创作文章写作的创作，这方面 AI 实际上都给人类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挑战，并且目前看还没有什么最优解，或者是说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那时代提问，在效率与监控的钢索上，我们应该如何明智地运用这份 Palantir 一样的全知的力量这是留给我们读者的这个问题。好，这个讲解就到这里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这是我们小目标，3个月小目标时间不多了可能只剩1-2周时间了。那最高的时候到达过14000吧，那我们总本金是10000那没关系吧，就算我们达成1/3或者是半个小目标，那也算我们大胆的走出了这一步当然这周也很幸运就是
在此之外，我自己还投了一点一家量子计算的一家公司，很意外，这家公司在短短几天就获得了80%的这个增长啊。那也许这个3个月翻倍并不是什么叫做遥不可及吧，可能需要一点运气，但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耐心的分析，科学的分析手段。我想我们总会达成这一目标的。好，今天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下次再见。